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啊！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泉州惠安县的万安桥，又叫洛阳桥。没错啊，就是这个惠安女的这个惠安啊。当然了，惠安女一般来讲指的是惠安县东部海边的那些地方的一些女性啊。那么这个桥呢很有名气哦，将近1000年的历史啊，是宋代修建的。那么它是我们国家在海上的这种石梁结构的这个桥梁的一个杰作啊，非常有历史感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你到泉州来，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来看一看。另外，它也是泉州作为适宜的一个点啊。今天带大家到这里来看一看，讲一讲这里的历史。顺便还拍一下首先我们看这是一片滩涂，对不对啊？因为它现在是不是涨潮期，所以它的这个水位很低，船都会搁浅在这个滩涂上。但是这个桥啊，恰恰是利用了这个潮水的起伏涨落来兴建的。哎呀，因为当时这个条件有限啊，没有那么多的工程车辆嘛，对不对？那么这么重的石梁怎么运过来啊？就是靠涨潮的时候。这个水位涨起来以后，然后才运到这里来啊，通过船运到这里来啊，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方法，把这个梁架在这里。那么这个桥梁呢，我们一会儿再走进去看看它的这个桥墩部分啊。好啊，现在就正式的在这个桥上面了啊。这边有一些石塔啊，这都是宋代的遗存。包括还有4尊这个用来镇桥的镇水的这个雕像啊，石雕，这也是宋代的，就这么暴露在外面啊。一共有4尊，桥南桥北。我现在位置是在桥北，这边还有1尊啊，然后桥南还有2尊。远处这个大的这个石雕像的这个人叫蔡襄，就是他在他的任内把这个桥修好了啊，因为他也是宋代书法4大家之一啊，写的字是很漂亮啊。我们现在看看这滩涂啊，还可以看到上面有好多脚印，是不是啊？其实就是他退潮以后，这里面是有东西的，是有一些海产品的啊，你可以到这来采一采啊，捞一捞这海产品。像这种船只形状的船头形状的这种桥墩啊，在我们中国其实并不少见啊。很多古桥都是这种类似的设计啊，可以巧妙的把这个水的冲击把它变成最小化啊，保护这个桥墩。前不久我在这个齐云山脚下看到那个桥，同样的也是这样的一种设计。就是前几年我去浙江那边途经这个齐云山的时候，在横江上有一个桥啊。其实中国古桥很多都是这种类型应该就是那边就是水流冲击的面从这边过来啊，所以这边是船头型，但是这边就不是了啊，这边就是平的啊，因为这边的冲击力会很小啊，因为看这边就看不到这个船头的这种石墩的这个面。只在内侧有啊，说明水的冲击是从这边过来啊。这边还有很多船，现在都潜在这里啊，因为水位下去了啊。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桥将近有1000年的历史了啊。古人的这个智慧啊，真是。你看这石梁都很长一块啊，很长的一块石梁。也都是很有分量的，很重的。那么我们还可以仔细看看它这边可能更明显一些啊。你看它这个桥墩子上面有很多白色的东西啊，这是海牡蛎啊，牡蛎。养这个牡蛎干嘛用啊？一个牡蛎它附着到这个桥墩上以后呢，非常的粘啊，粘性很强，就有点像大自然的水泥一样啊，把这个桥墩的这些石块紧紧的吸在一起啊，让它更坚固啊，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所以用这个海牡蛎来养这个桥墩，
也是这个桥的一个创举啊，创举。就他发明的这个方法所以是不是很聪明啊？首先是利用潮水的起落啊，来铺这个石梁。第二，养这个海牡蛎。第三，就是这种筏性结构啊，筏性结构。不过我觉得这个桥应该是不能开合的了，就是说，它不像有的浮桥一样啊，它可以开合啊，这个桥是固定式的，是不能开合的。哇，这边脚印还真多啊，就是当地人还是很勤快的啊，就是可以利用这个潮起潮落来捕获一些海产品啊。你看这一片滩涂，走过去几百米吧。要有怀古之心呢。这里还能看见这边的渔民下的笼子，应该也是会有收获的。这些当地的渔民不会在上面白辛苦的啊，他还是肯定是有事做的。看了不少笼子，下的笼子。这边还有这些东西啊，我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啊。我突然发现这边应该是西边，对不对？因为今天早上太阳在我的身后，东边起来太阳，也就是说潮水应该是从这边过来这边过来的潮水。这边是西边，退潮的时候是从这边退，那意思就是说退潮的时候的水的冲击力更大一些嘛，所以它这个桥墩，这个船型桥墩是冲着西边的啊，应该是这样子理解吧。涨潮的时候难道冲击力不强吗？所以这边是平的啊，没有这种船型桥墩。应该是这样理解吧。这个桥叫洛阳桥，又叫万安桥。那么为什么叫洛阳桥呢？那么这个有争论啊。据说呢，这个修桥的工匠来自于洛阳那边，也就是中原地带啊。包括这个泉州这边的母亲河叫什么？叫晋江。晋啊，为什么叫晋江？据说是因为在晋朝的时候，中原的人是避难啊，避战乱跑到这边来啊，所以叫晋江。那么同样的道理啊，这个也是中原那边的人到了这边来，也就是河南那边啊，洛阳那边的人到这边来，他们的工匠啊，表达他们的思乡之情，把这个桥命名为洛阳桥。但是也有专家不认可啊，所以这个桥又叫万安桥，和洛阳没有半毛钱关系OK 了，不管怎么样，反正名称是留下来了。这里立有碑啊，还长了一棵榕树。那么万安桥可能取自于这个万古安澜之意啊，吉祥话这是一些当时重修这个桥的一些碑记啊。刚才问了问这边的渔民才知道，这就是生蚝，生蚝还是活的，说是，然后可以卖个好价钱要挖开以后还是活的还是活的。他拿到路边去卖，有人来他就挖现卖。这样子，所以这都是活的。你看这个好像很重啊，100来斤了，当然重了，100多斤就。你看还。现在走到桥南边，桥南边的2尊宋代的石像，也是用来镇水镇桥的，保平安的这边游客多一点北边游客少。刚才发现这密密麻麻的东西都是生蚝，值得一看这个桥值得一看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滩涂真的跟霞浦那边没法比了。
霞浦那边是照相的一个好地方，这边有它这边的特点啊。OK 啊，现在准备航拍一段啊，从空中看看整个的万安桥，也叫洛阳桥。